迎来到海尔队，我是喜娜，我是台湾妞。今天又是由我来讲社会事件。最近是暑假嘛，暑假就有很多人出国游学啊、出国打工啊等等的。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游学的一个女学生发生的一个事件，希望大家可以戒之警惕。这个案件呢是2008年发生的，25岁的智秀，当时呢很想要学习浮潜，决定辞掉工作去学浮潜，然后拿证照，之后可以当浮潜教练。他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，辞掉了工作，来到了一个浮潜圣地洪都拉斯的罗安塔岛。洪都拉斯当时其实治安有一点不太好，家人虽然有一点担心，智秀还是说服家人。2008年的8月，距离智秀他考证照的10天前，当时智秀有一个室友叫做丹，喝醉了他就带了一个女生回家，荷兰籍的女生，她叫做玛丽，回家一起喝酒，一起过夜。凌晨的时候呢，智秀她半夜起来想要上厕所，就发现门被锁住了，她就这样拉了一下，这个门就突然哐啷一声就打开了，玛丽她就整个人这样咚的倒在地上。玛丽当时已经失去意识，而且她脸上有一些血迹，她应该是当时倒在地上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地板的伤势，他们就赶快帮她处理她的伤势啊，然后赶快进行 CPR。后来呢，玛丽就恢复意识了，所以他们3个人呢就去睡觉了。对，没有送医院，没有，他就恢复正常了，所以他就去睡觉了。可是他满脸都是血，他也没有到满脸啊，就是有一点点血迹，应该就是撞到地板的那个小小的伤势，皮肉伤这样子。早上6点的时候呢，智秀就听到他的房门咚咚咚咚咚咚，一直有人在敲，是他的室友丹。丹就跟他说呢，玛丽不对劲，玛丽失去意识了，叫智秀赶快出来帮忙。干嘛就要送医院呢？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。玛丽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呼吸困难，就赶快把玛丽紧急送医。紧急送医之后呢，回天乏术，玛丽就身亡了。怎么好好的一个人突然身亡了呢？警方就开始调查智秀跟这个丹。智秀当时是以目击者身份接受调查，发现不管是丹也好，智秀也好，并没有什么嫌疑的可能性。玛丽呢，她也没有他杀的嫌疑，两位就都恢复正常生活了。玛丽当时的死因呢是大脑损伤导致急性脑水肿。尸检报告显示呢，她应该是在厕所倒地的时候就有一点脑震荡了，然后他们又没有送医，延迟了就医的机会，导致于她当时脑水肿过世了。尸检报告还显示说，玛丽当时有吸食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，对，她是有吃药的。当天晚上呢，很有可能玛丽是嗑药过多失去意识，所以才会在厕所昏倒。丹跟玛丽呢，他们就恢复正常生活。丹他是澳洲人，接受调查之后没有嫌疑，他就回澳洲了。智秀呢，他后来也考上了浮潜的执照，考上之后他就回韩国了。这个意外发生之后2个月，智秀出国来到埃及的达哈布当潜水教练。隔年2009年8月27号，智秀呢后来就一直在埃及当教练了嘛。这一天呢，他要飞往美国华盛顿探望他妈妈，在机场的时候呢，突然有2个男子就架走了智秀，并且带他上了一个公车，公车是开往国际刑警中心。国际刑警呢就针对玛丽的死亡开始征调智秀，他甚至当时就直接拿了文件给智秀签名，你就是有嫌疑，请你在那边签名。智秀当时就紧急被拘留在国际刑警中心。好突然哦，超级突然的。1个礼拜之后呢，韩国大使馆的人来找智秀，智秀当时当然就是搞不清楚状况，为什么我突然被都过那么久？对啊，就过了1年。领事馆的人就跟他说，洪都拉斯的警察针对玛丽的过世提出了起诉，说你是嫌疑犯。警方是认定说呢，智秀跟丹他们共同杀害玛丽。可是当下并没有这些事情。对，这是后来1年之后，警方才去起诉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丹他也被国际刑警通缉。通常要这样重新起诉，一定是会有新的证据嘛。新的起诉证据是玛丽的第2次的尸检报告，显示说玛丽的右手背跟她的右手有血迹，推测是有反抗的可能性。警方就推测说，智秀跟丹他们企图要杀害玛丽，并且呢，玛丽的喉咙有出血的状态，而且玛丽的死因是颈部压迫致死。就是完全翻盘第1次的尸检报告就对了。所以呢，在埃及被紧急拘留的智秀，他在3个礼拜之后呢，被遣返回洪都拉斯了。因为洪都拉斯的警方对他提出了起诉嘛，原地接受调查。为什么1年之后又有新的证据跟新的起诉呢？这个玛丽她其实是荷兰某一个富豪的女儿。富豪他就来压洪都拉斯的警察，说女儿怎么死了，你们怎么查的？到底凶手是谁？你们给我找出来。警方就捏了一个新的证据。
就是要找一个代罪羔羊，对，找一个代罪羔羊，给他爸爸一个交代。没错，他爸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女儿吸了毒，然后再撞到了头这样过世。没错没错，富豪就要求说要找到犯人，我女儿绝对不可能就这样死掉。洪都拉斯警察就做了这件事情。事件发生1年之后，2009年9月23号，智秀重新回到罗安塔岛，成为了杀人嫌疑犯。当然，智秀他本人感到很不可思议，他明明就没有杀人。第一次审判结果呢，智秀从暂时的拘留正式的起诉来到了监狱中心里面。后来进行第2次审判的时候呢，智秀的自白，他说当时在开庭的时候呢，检察官就主张他杀人，而且也没有说明任何的原因，要求智秀入监服刑。那洪都拉斯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？监狱里面完全没有秩序可言，一团混乱，里面的人互砍互杀是家常便饭。智秀家人非常替他感到担心，觉得他在里面非常的危险，他根本就不是杀人犯的状况之下入狱服刑。智秀爸爸从韩国飞到洪都拉斯，每天都去探望他女儿，每天都去大使馆研究说到底要怎么让女儿可以出狱。当时呢，爸爸过去找智秀，包含智秀跟大使馆对话、智秀的自白等等的这些内容都被发到网络，所以韩国舆论就开始集体说我们要去把智秀救出来，我们的国人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会在别的国家里面服刑？2009年的11月16号，韩国的外交部就紧急召开了会议，想办法要带回智秀。当时呢，韩国就派了一个特侦队来到洪都拉斯，要去调查这件事情。2009年的12月14号，假释审判的日期，韩国的特侦队他们调查整件事情，也有跟洪都拉斯警方做协商，证实智秀他是没有犯罪的，变成了居家软禁，他可以出狱，只是要待在家里面。最后的解决方案一定是要证实智秀的无罪嘛。后来特侦组呢，实际来到了当时玛丽去的医院，找到当时急救的医生，就问医生说，当天玛丽喉咙她真的有出血吗？这个医生说呢，有啊，我当时还使用了喉头镜观察说她喉咙有什么状况，她就是会伸到这里面开喉咙，开喉咙这个动作呢，非常有可能会出血，非常有可能是医生在执行这个动作的时候导致玛丽喉咙出血。找到了这个证词嘛。最可疑的地方是呢，第2次尸检报告的日期是2009年9月23号，当时逮捕智秀的时间是2009年8月27号。所以是先逮捕了智秀，再去做尸检报告。但是你要紧急逮捕人，你应该要先拿出新的证据。所以他们整个顺序是错的。最终呢，在2010年的10月16号正式审判开庭，最后呢，智秀就是审判无罪释放。至少最后是无罪释放。对，冤狱然后没有办法证明的人。对啊，对啊，特别是又在国外。没错，因为这个事件它当时有闹到韩国这边的舆论，所以韩国才会做了一个特侦组去调查这件事情。但是如果你这个案件国家没有挺你，或是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，对，或者是这个国家没有邦交的状况之下，你有可能就要一辈子在那个国家服刑。之所以会讲这个事件，是因为现在暑假了，大家很常出国游学的游学，打工的打工 ，working holiday， 对 working holiday 非常的多，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，在外面凡事都要小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室友不要是富豪的女儿。真的你要调查清楚，怎么富豪会这样子施压？是一个很可怕的案件，好衰哦。对啊，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洪都拉斯的案件。如果你们平常就是在国外遇到什么奇闻异事的话，也可以留言给我们。那你喜欢我们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 A Day， 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喜娜，拜拜拜。